新生儿百日咳疫苗效力高达90%的预防效果。新生儿百日咳疫苗效力在保护婴幼儿免受这种潜在致命呼吸道疾病的侵害方面显得尤为关键，其预防效果高达90%。在台湾，鉴于百日咳对新生儿的高风险，公共卫生官方强烈推荐在婴儿出生后的前几个月内进行疫苗接种，以建立初步的免疫防护。新生儿百日咳疫苗的立即效益。新生儿接种百日咳疫苗后，其立即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快速免疫反应。新生儿在接种第一剂5合1疫苗 DTaP 后，其免疫系统会迅速产生对百日咳的保护抗体。这些抗体可以在婴儿体内形成初步的防御屏障，减少百日咳细菌的感染机会。减轻症状。即便疫苗接种后婴儿感染了百日咳，由于已经有了免疫基础，感染后的症状通常会相对轻微，并且病程缩短。这对于减少严重并发症和医疗介入尤为重要。提前建立免疫记忆。初次接种后，婴儿的免疫系统不仅产生抗体，还会形成免疫记忆细胞。这些记忆细胞将在未来遇到相同或类似的病原时迅速激活，提供更快的保护反应。完整疫苗接种计划与时间表。为了确保新生儿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台湾的公共卫生政策建议按照以下的疫苗接种时间表进行：首次接种2个月大，生后第2个月，婴儿应接受第一剂5合1疫苗 DTaP。此剂疫苗帮助建立对百日咳的初步免疫防护。第2剂4个月大，生后第4个月，婴儿需要进行第2剂。这一次接种强化初次接种后形成的免疫保护。第3剂6个月大，在婴儿生后第6个月进行第3剂的接种，这一剂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免疫系统对百日咳的抵抗能力。第4剂18个月大，婴儿在18个月大时接种第4剂，这有助于维持长期的免疫效力。第5剂5岁，在孩子5岁时接种第5剂，这是进入学龄前阶段前的重要一步，有助于提供学龄期的持续保护。孕妇接种百日咳疫苗的重要性。百日咳对于新生儿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他们在出生初期尚未完全建立自己的免疫系统。因此，保护婴儿免受百日咳感染的策略之一是在孕期晚期，通常建议在孕27至36周之间，为孕妇接种 Tdap 疫苗、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跨胎盘抗体传递。孕妇接种疫苗后，她的体内会产生针对百日咳的抗体，这些抗体可以通过胎盘传给未出生的婴儿。这种垂直传递的抗体能在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内提供关键的保护，这是一段时间内婴儿尚未开始自己的疫苗接种。降低感染风险。通过孕妇的疫苗接种，新生儿在最脆弱的时期受到保护，这大大减少了他们感染百日咳的风险。这一点对于防止新生儿因百日咳而导致的重症和死亡率有显著影响。家庭和社区健康的提升。孕妇接种疫苗不仅保护了婴儿，同时也降低了疾病在家庭和更广泛社区中的传播。健康的母亲意味着健康的家庭，进而促进整个社区的公共卫生。疫苗加强剂的作用与时机。随着婴儿成长，疫苗提供的免疫保护会逐渐降低，因此需要定期接种加强剂以维持有效的免疫保护。加强剂的接种不仅可以提升免疫记忆，还能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确保随着年龄增长，个体仍能对百日咳有足够的保护。第4剂 DTaP 疫苗，18个月大。第4剂疫苗主要目的是加固之前3剂疫苗建立的免疫基础。在婴儿18个月大时接种，可以确保随着免疫力的自然衰退，儿童仍然保持对百日咳的充分保护。第5剂 DTaP 疫苗，5岁，在孩子进入学龄前阶段，接种第5剂疫苗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这剂疫苗加强了对百日咳的长期免疫保护，为孩子进入学校和更活跃的社交环境做好准备。青少年期的 Tdap 加强剂，11至12岁，随着儿童成长为青少年，
先前接种的疫苗效果会进一步衰退。在11至12岁时接种的 Tdap 加强剂、低剂量的白喉和破伤风以及百日咳疫苗，可以重新激活免疫系统，加强对这些疾病的保护。